比特币大牛市召唤家人们一起来数钱。今天视频利用月线里面比特币这一个情绪指标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怎么配合 KDJ 指标判断 15K 的底部就是绝对底部，因为也是有看到一些大 V 现在是观点已经是转变，所以希望朋友们去年有听我们的建议，不管是 20K 还是 15K 我个人抄底的多单，到现在还是选择再报，要报到至少10万美金以上的比特币，或者是这两天行情这么疯狂，个人也是开了一笔 UNI 的多单，目前也是有1倍的利润。当然现在手上多单是非常的多，比特币也有，然后以太坊也有，包括狗狗币多单也是有，准备报未来哦，或者等下利用比特币在2天的这个 K 线图里面怎么去观察历史上它这2条重要欧美的机构非常看重的2条重要的均线图，历史上它金叉值出现过5次啊，所以一定要珍惜目前比特币的牛市，有压回来，不管是30K 还是20K 有压回来，我都是建议你，如果现货还要买的话，现在还来得及，不要等到未来涨到高位的时候，到时候要追，到时候我可能要开始看空比特币哦。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然后联系我们，直接把你拉进 VIP 组，不一定要每个月交易量达到哦，只要你有交易就行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比特币短期的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我感觉这个位置有可能真的是会突破，因为它价格这2天已经是站上了这一条20的 MA。那短线这个位置突破是有效突破吗？还是说目前一些支撑跟反手，我们要怎么来判断？等一下在视频结尾的时候，利用4个小时的形态来跟大家复盘一下短线的一些重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还是聊一下这个长线哦，就是月线里面还有很多人在怀疑这个比特币。牛市就是牛市，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的大周期循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整个月线，它这个对数图里面，一般历史上在这一条红色的20的月的均线，一般每一次破这个20月均线的时候，就是要准备兴奋要去抄底啊。历史上比如说2015年，只要破这个20月的均线，后面下去如果有看到这种大暴跌的 K 线，有可能就是要开始打地基了。包括这个位置2019年也是一样，只要破这条20的一个月线，我们就要细心的去观察一下，可能下去就要开始筑底了。包括2022年也是一样，就是破这条20的一个月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最大的单月暴跌最大的一根 K 线，有可能底部就是底部，当然有可能还会遇到这种黑天鹅事件，再破这种低点，像2022年也是一样，它遇到 FTX 交易所黑天鹅事件，会再破这个低点。然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知识点，就是破这一个20月的月线，破完以后，我们就观察有没有这种大暴跌的 K 线，这是第一点啊。还有2点到3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 ASO 指标，它一般这条红色的线上穿这条蓝色线的时候，有可能预示着下一波熊市的底部有可能就要开始见底，或者是有可能要开始打底。我们要怎么来判断？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拐弯的位置，它也是在整个地基的中间值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拐弯的位置，它也是在地基的中间值的位置，或者是底部这个位置拐弯，包括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有一点拐弯的迹象，也是在整个底部低点的位置。那我们怎么配合这一个 KD 指标？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是一直有跟朋友们讲过，不管你是用威廉指标去抄底这个比特币，因为都是可以观察出一个情绪的指标。比如说这一个 ASO 指标，它情绪来到高位，恐慌的情绪来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有可能拐弯的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底部。那我们如果再配合，比如说像这种 KDJ 或者是 RSI 或者是威廉，很多人都知道，超卖的一个情绪都是在这一个20下方，超卖的情绪，历史上的熊市都是在这一个 KD 指标20的下方。只要它在非常超卖的一个情绪的区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白色的线在2015年它穿过这个20下方。然后下一次再观察一下黄色的线什么时候同时2条线
穿过20下方，有可能就是预示着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超卖的一个区间，来到这个位置，底部就是底部。那么可以看一下，2019年也是一样啊，比如说这个位置，这一根月线大崩盘，白色的线穿过这个20下方，然后这一条黄色的线也穿过20下方，有可能这个位置底部就是底部。那么看一下，就现在就这一条黄色的线，这一根大崩盘，其实2万下方抄底到现在，我个人觉得去年虽然是有错过一次，不过后面15K 的那一笔有做对，你就尽量给我咬住，因为错我们可以错10次，你只要给我命中1次，有可能就会搞到天翻地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2天的 K 线图，这2条均线，一条是欧美的主力非常看重的这条绿色的50均线，以及这一条蓝色的200的一个均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均线图在历史上只要有交叉的位置，行情一般都是会非常的大。比如说2020年的位置，这个位置它金叉，牛市就是一大波；或者是2019年这个位置，金叉的位置相对比较高，但是这一波涨幅，有时候金叉的位置它也是反应会非常的慢。但是就整个大波段来看，历史上只要有大金叉的位置，2天的这个信号，在2天的 K 线图里面准确率是非常的高啊，因为你如果在日线的形态里面，有可能错误的概率反而会相对比较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只要在这种位置，2条均线重要交叉的位置，可能就是一整波大波段。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也是一样啊，可以明显观察一下，只要金叉的位置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大波段，从来都没有死叉过。那什么时候要开始走凶？有可能回撤很深的位置来到这种，它开始测这一条200均线的时候，到时候要小心，有可能就是一大波行情，可能早就已经在这个位置见顶了。不过像这种位置也是有逃顶的方法，后续有机会的话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金叉，早就已经金叉，你就尽量有压回的点位，尽量给我站在买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目前的短线，昨天是有跟大家讲过。收盘的时候，我们要去观察，它最好能给我收在这个收敛三角的上方。现在是上来了，上来的话，而且目前的价格又重新站上所有50、20的均线已经是正式站上了。那我们要思考一下，这条20的均线既然是站上，上面还有一些套牢盘哦。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像这种套牢盘都是短线，个人都是在看长线的大支撑，下方的底部筑底基础是非常的牢固啊。那现在的一个短线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就是这个矩形不是有几个支撑位，一个是在这个矩形高点的位置 28.8K 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那现在是整理这个区间已经是重新返到这个矩形，就这2天的低点它其实一直在踩这个 28.8K， 而且 28.8K 还藏在4个小时里面。那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前面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是矩形的高点位置，还有一个是在矩形的中轴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当时不是有给了4个小时的多单，而且盈亏比是1:5，就这一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 27.8K， 它是在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2个低点支撑在4个小时里面，短线有做对这个比特币的朋友，我的观点是可以去观察一下。上一次有提到矩形中轨的位置就是这个箱体，这个箱体的上沿它是踩了这一个支撑，然后这边又踩了一个支撑，然后日线里面矩形 28.8K 的位置就是这个 N 型的一个区间，踩了一次，昨天低点又踩了一次，然后现在上来。所以我个人观点，短线我们最近就观察它现在还有一个高点，如果这边正式 N 型要突破，应该赶快把这个高点给突破，反正都无所谓啊，尽量多单给我抱住。它要不突破还是不突破，还是说前面这个位置整理了？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聊到时间，我感觉隐私应该要做变盘的动作，是不是正式突破？这边是47天，已经48根了。如果我们这样子来观察，它这个位置是一个平台区间，21天，现在是感觉重心又上移了。就是这个区间会不会，如果它没有再突破，在这个区间稳住也可以啊，就是不要又回到 28.8K， 甚至又回到这个 27.8K， 目前有可能也是不排除这个位置区间震荡，还是说直接突破
或者是等这个区间震荡完再往上突破。我是希望最好是给我直接突破，因为现在基本上也是蛮差，而且 B 本位也是在超杠杆。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